财阀少爷、总统千金、私生女，还有亿万家产撕破脸。朋友们，这么多要素，可它不是韩剧，而是真人真事儿。韩国 SK 集团的继承人，中年2度入狱，原配苦守半生，结果老公一出狱就恋爱脑爆棚，高调宣布另有所爱，孩子都5岁了。于是一场天价离婚案就此爆发。往小了说，这是豪门家庭的内斗，而往大了说分分钟牵动整个韩国的经济。今儿咱们就来讲讲这场被称作亚洲最贵离婚案的事儿。1961年3月31日，卢素英出生在一个令人羡慕的豪门之家。他的老爹是谁呢？卢泰愚，是韩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，从平民出身一路打拼，最后混到了总统，可以说是人生大满贯了。时间呢，来到了1985年，这一年对卢素英来说意义重大，因为他的父亲卢泰愚当上了执政党，也是民主正义党的党首，正式被内定为下任总统的接班人。同年24岁的他去到了美国，进芝加哥大学深造，也是在那儿他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崔泰元。这崔泰元呢，也不是普通人，他是显金集团，也就是现在的 SK 集团的会长崔中建的儿子，出身韩国超级财阀家庭。这家集团1953年就建立了，和三星、现代、LG 并肩为韩国的4大巨头。卢素英和崔泰元都是妥妥的韩国最顶级的天之骄子，两人在异国他乡相识，彼此吸引，迅速坠入爱河。据说那时候男方追得特别主动，韩家餐厅关门了，他就亲自下厨做饭给卢素英吃，平时呢也是嘘寒问暖，细节拿捏到位。他们还常常一起打网球，过着甜得发腻的校园时光。这段留学恋情让2颗豪门家族的心慢慢的就靠在了一起。恋爱谈得顺顺利利，结婚也就顺理成章了。1988年，随着卢泰愚成功当选韩国总统，卢素英和崔泰元的关系也水到渠成。同年9月，他们在青瓦台举行了高度保密的婚礼，婚礼由时任总理李贤宰主持，婚后他们育有3个子女。不过这场婚礼的背后可远远不只是浪漫和甜蜜这么简单。要知道双方家族那可都是韩国社会顶流中的顶流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单纯的你侬我侬。于是当时就有不少韩国主流媒体和评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说这场婚礼就是政权和资本深度绑定的最佳示范。朝鲜日报更是直接开麦，官商勾结懂的都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早在1980年11月 SK 集团就干了一票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他们吞并了规模远超自己的国营大型能源巨头 UOC。 这场操作当年被韩国媒体称为虾米吃了鲸鱼。当时业界就有传闻称，这次的成功多亏了时任保安司令的卢泰愚出手相助，是他通过调整竞价规则，使得 SK 以低于市场价的条件接手了 UOC。 之后SK 集团可以说是一路开挂。90年代初，韩国经济狂飙突进，政府鼓励大企业扩张，有了卢家的政治光环加持， SK 不仅稳稳吃下了能源产业，还一举杀进了电信、化工、半导体各种国家命脉级别的行业，稳坐韩国核心财阀俱乐部。1994年，崔泰元正式接班了，一边稳住基本盘，一边还不忘了搞副业，砸钱买下了 Lowen 娱乐，也就是 IU 当年签约的那个公司。到这儿SK 集团已经从一个小透明上升成了韩国第3大财阀了。然而就在 SK 集团蒸蒸日上的时候，岳父卢泰愚却出了问题。1995年11月16日，卢泰愚遭到了清算，他因涉嫌筹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而被捕。检察机关揭露了他非法收受9000亿韩元的罪行，1年后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2年零6个月，判的可以说是相当重了。不过现实往往比韩剧还离谱。1997年12月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韩国局势一片混乱。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为了维稳，决定大赦1500名囚犯，而卢泰愚也名列其中。大佬只在监狱里蹲了1年左右，就拍拍屁股回家了。不过，虽然卢泰愚被特赦出狱了，但是对于女儿卢素英来说，卢家的家族声望却一夜崩塌。她也从总统千金变成了腐败政治家的女儿，各种流言蜚语接踵而至，一时间成为了众矢之的。为了不连累丈夫和 SK 集团，卢素英选择了隐身。
别人家的千金忙着出席酒会开派对，她就默默在家当贤妻良母，低调地培养着3个孩子，把所有的光鲜都留给了在外打拼的丈夫。而崔太原这边呢，有了岳父当年铺好的路， SK 集团早就步入正轨了，所以岳父的这件风波对崔老板来说影响还真不太大。咱并不知道崔太原一开始追求卢素英的时候是否是出自真爱哈，不过可以看见的是，这个时候他对老婆的态度已经掺杂了对利益的考量。因为当他逐渐站稳脚跟，以及看到卢家失势以后啊，他就开始频繁的不回家了，完全把照顾子女的责任交给了卢素英。SK 集团里也没有卢素英的一席之地，卢素英在这段婚姻的关系当中越来越被边缘化。时间来到2000年，从表面上看，卢素英还在扮演着标准模板里的财阀太太，照顾孩子、打理家务、出席必要的家族场合。但实际上，她的人生已经悄悄换了轨道。因为这一年她的孩子逐渐长大了，加上她和崔太原早就貌合神离，开始分居，卢素英终于不再全天候的围绕着家庭去转。于是呢，2000年12月，她正式走出家门，担任了位于首尔中路区 SK 瑞林大厦4楼的蝴蝶艺术中心的馆长。从此，她慢慢的把自己的名字从卢太愚之女、崔太原之妻变成了公众口中的卢馆长。听起来像是事业和人生的2次起航，可惜啊，好景不过3年。2003年，丈夫崔太原开始作妖了，因非法股票交易和挪用公款被判刑3年，直接进了监狱。平时见不着人，出事了，他倒是第一个想到了老婆卢素英。于是啊，卢素英又不得不出面，四处托关系疏通门路，一边想办法给丈夫减刑，一边还要忍受外界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。更扎心的是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她的小儿子被确诊患有青少年糖尿病，这是一种需要终身打胰岛素的慢性病。白天奔波在监狱和法院，晚上还得守在病房陪孩子。卢素英那几年啊，几乎是被现实摁在地上反复摩擦，但愣是凭着毅力和坚持撑起了这个家。可是啊，付出就有回报吗？崔太原出狱之后，依然是我行我素，继续维持着分居的状态，对这位苦撑全局的老婆可以说是零感恩、零悔意。到了2009年，命运又给了卢素英一记重锤，她被诊断出乳腺癌，接受手术后没多久呢，又被确诊为癌细胞淋巴转移。那个曾经气质温婉的卢馆长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脸色憔悴，眼神里尽是疲惫和伤痛。这段时间呢，卢素英也几乎彻底断掉了对崔太原的期待，她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健康和艺术中心的运营上，再也不为那个男人费半点心思了。可是啊，谁能想到，到了2013年，崔太原他2进宫了，因为又一次挪用公款，这次啊被判了4年。这回啊，卢素英虽然早已心冷，但是为了家族，为了孩子，还是出面四处奔走，求情打点。最终啊，在他的努力加持下，加上当时呢朴槿惠政府的一波特赦操作，崔太原只蹲了6个月，就又神采奕奕的出狱了。本来以为啊，经历了2次牢狱之灾，崔太原多少会有点回头是岸的觉悟。结果呢，他不仅没回家，还彻底放飞自我，连遮掩的功夫都懒得做了。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？2015年12月29日，崔太原突然通过《世界日报》发布了一封长达3页的公开信，承认了自己婚外有情，甚至还生了一个5岁的私生女。换句话来说啊，他和情人的关系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。至于陪伴他这么多年的妻子，崔太原在信中说，他们2人已经有10多年无法化解的矛盾了，于是正式向卢素英提出离婚。而且啊，他在信中表示了，他和卢素英不和已久，偶然遇到了一个能够给他真正安慰的女人，于是就开始梦想着和那个人在一起。尽管他知道在开始新关系之前呢，应该结束旧的婚姻，但他没这么做，因为要考虑的事儿啊实在是太多了。他还表示打算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这段婚姻，尽力去弥补卢素英和孩子们的伤害。崔太原在信中说，他之所以公开承认有情人，是因为他要承担起照顾孩子和孩子母亲的责任。他说，同时维持2个家庭是不可能的，也是错误的。这段话呀，听起来倒是清新脱俗，但是在卢素英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丧偶式育儿的时候，你崔太原却和情人过的是逍遥自在，
现在想离婚了，忽然提起父亲的责任了，实在是让人觉得恶心。不出意外的呀，这封公开信一炸出来，立马引爆了整个韩国的舆论。除了怒喷渣男之外，大家都在好奇，这小三儿到底啥来头啊？能把久经沙场、铁石心肠的商业大佬搞得神魂颠倒、恋爱脑上头，不仅急着扶他上位，还一脸深情地表示，他爱的是我这个人，可不是我的钱。很快啊，韩国的福尔摩斯们就把这位小三的底细扒了个底儿朝天。他呀叫金熙英，1975年12月出生在首尔，家境小康。17岁那年，他远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留学，英文名叫 Chloe。2002年，他在美国和一位韩裔小哥结婚，生了个儿子，还顺利拿到了美国国籍。那几年啊，他活跃在当时的热门社交平台 Cyworld 上，分享着自己的家庭生活，妥妥的一副幸福中产家庭主妇的形象。但是啊，命运很快拐了个弯儿。婚后几年，她和丈夫的关系恶化，最终在2008年正式离婚，净身出户，但是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。离婚，重返单身，独自带娃，这对于金熙英来说，无疑是一次巨大的人生挫折。而就在这个脆弱又孤独的节点，她回到了韩国。关于她和崔泰元的相识，官方的说法是2008年夏天的一场私人聚会，但是坊间流传的另一个版本却更加耐人寻味。早在2003年，崔泰元第一次因案件入狱的时候，金熙英就曾经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出现在监狱的心理辅导项目中。虽然双方坚决否认，但是结合时间线来看，他们极有可能早就结下了某种微妙的联系。一个呢是身陷囹圄、精神压抑的财阀继承人，一个是温柔甜美、擅长倾听的心理咨询师。孤独、脆弱、同情、依赖，那种种情绪很容易在封闭的环境中迅速升温啊。而2008年，金熙英离婚回国，感情空白，崔泰元又正值事业压力巨大，家庭基本上破碎了。那两人在私人聚会上就这么一拍即合，之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。2010年，金熙英在香港秘密生下2人的女儿，崔泰元大手一挥，豪掷300亿韩元，在汉南洞给他买下了奢华的大宅。从此啊，他就成了圈内人悄悄提起的汉南洞夫人。从流出的公开照片看啊，金熙英并非是那种艳丽张扬的风格，相反啊，她走的是温柔甜美治愈的路线，五官柔和，妆容得体，笑容呢软软的，总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或许啊，就是这份没有威胁感、压力感的温柔氛围，彻底拿捏了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崔泰元啊。不管怎么说吧，2015年年底，女儿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，崔泰元终于在感情上勇敢了一次，通过《世界日报》发布了这个长达3页的公开信，承认了自己多年的婚外情和私生女的存在，并正式向卢素英提出了离婚。不过这封公开信的时间选的那叫一个刚刚好。为什么挑在2015年呢？除了孩子长大了瞒不住了，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，那就是那一年啊，韩国刚刚废除了通奸罪，之前可是有法律规定的，你婚内出轨抓到实锤的话，能蹲监狱2年。所以啊，在法律松绑之后，崔泰元直接不演了，连夜高调宣布要离婚。其实啊，在这之前，他私下已经不知道提过多少次离婚了。根据韩媒《韩民族日报》的说法，崔泰元这次之所以搞得这么大阵仗，就是要借着媒体和舆论逼卢素英点头。而卢素英这边呢，在看到这封公开信的当晚，他也火速回应了，对着国内日报的记者，他表示：“我不想离婚，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孩子和家庭的。”跟崔泰元那边高调示爱情人就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卢素英这边呢，显得格外卑微，她把整个婚外情的风波的责任啊，都揽到了自己身上，说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感知到她的情绪，伤害了她。甚至啊，为了挽回婚姻，甘愿亲自抚养老公和小三的女儿。看到这儿啊，估计很多吃瓜群众已经急得跳脚了。不是姐妹，都这样了，您还不离呀？留着渣男过年嘛？但其实啊，卢素英并不是因为还爱着崔泰元，而是啊，她心里门清，这只是她的缓兵之计。那个时候呢，父母年纪都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她不想让离婚的事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她在 SK 集团可没有股份，一旦贸然离婚，什么都得不到，净身出户不说，可能连孩子们的未来都没有保障。所谓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卢素英非常清楚，在把3个孩子的后路安排妥当之前，她绝不能轻易离婚。卢素英愿意等，但是金熙英显然等不及了。
2017年，崔泰元和金希英共同成立了以二人名字命名的 TNC 基金会。金希英在基金会里就开始高调地做起了公益，不仅如此还摇身一变成了冀州葡萄博物馆馆长。有了身份的加持还不够，崔泰元迫不及待地想要给他一个名分。于是同年7月，他向首尔家庭法院申请调解离婚。11月15日，法院进行了首轮调解，但由于卢素英并未出席，所以调解不成功。法院宣布将调解转为正式诉讼，诉讼时间定在了2018年2月。不过正式诉讼的部分法院并未公开。从之后的结果来看，这次崔泰元对卢素英的离婚诉讼并没有成功。接下来卢素英开始为自己的反击做准备了。首先，她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崔泰元的财产状况。离婚呢，当然可以，财产得好好算一算。反正金希英不是说自己爱的不是钱吗？崔泰元给她爱就行了。卢素英找来了律师团队，第一步就详细分析了韩国财产分割的法律和 SK 集团的财务运作，以及崔泰元可能隐匿财产的方式。毕竟他的身家和 SK 集团的资产可不是小数目，而这些资产背后有着复杂的股权结构和多重公司的关联。卢素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公平的分配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为3个孩子铺路，不仅完全摸清了崔泰元的资产状况，更重要的，他把3个子女安排得妥妥当当。首先呢，大女儿崔允珍从中国北京国际学校毕业后，200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专业，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担任了2年研究员，带着在哈佛大学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国内制药公司实习的履历，在2017年6月加入 SK 集团的生物工程部门，目前担任战略团队的兼职经理，成为了部门的高层。二女儿崔敏珍呢，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大就读工商管理专业，2014年毕业后自愿入伍，进入韩国海军。要知道，韩国并不强制女性服兵役，更何况是财阀家族中的女性，更不会主动选择入伍。而崔敏珍在入伍之后表现十分优异，最后以中尉的身份退伍。2017年开始在其他公司累积经验，19年加入 SK 海力士，这是一个专门研发半导体的部门，而崔敏珍负责国际通商与政策协调等工作。小儿子崔仁根2018年从美国布朗大学物理系毕业，毕业后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，之后通过公开招聘入职 SK 能源部门。3个子女都被安排进了 SK 集团，这下卢素英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她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。2019年12月7日，卢素英向法院提出反诉，要求和崔泰元离婚。这下被动方变成了主动方，打得崔泰元和金希英措不及防。除了同意离婚之外，卢素英向法院提出了对崔泰元财产分割的诉求，以及分割他所持有的 SK 集团 42.39% 的股权。这些股份在当时被估值大约是在1兆3000万韩元左右。同时呢，他向法院申请了禁令，禁止崔泰元转让或以任何方式处置他名下持有的 SK 集团的股份，并要求崔泰元再额外支付精神损害费3亿韩元。这样的诉求让崔泰元和 SK 集团倍感紧张因为分割财产并支付赔偿金，有可能让崔泰元失去公司最大股东的地位。如果因此引发经营权之争，那么 SK 集团的未来还会不会姓崔都不一定了。卢素英这边的主张呢，是自从他和崔泰元结婚， SK 集团才在父亲卢泰愚的支持下得以发展。卢家对崔家资产的贡献不能都给崔泰元一个人而崔泰元则辩解称，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崔家父辈攒下的基业姑且承认卢泰愚曾经帮助过 SK 集团吧，但你卢素英做了什么贡献呢？你就敢要这么多钱？卢素英表示，先不说别的，单凭一个母亲几十年含辛茹苦，一手拉扯大3个优秀的孩子，这其中的辛苦不是一句没有贡献就可以抹杀的。而且你别忘了，你在监狱那2次到底是谁把你捞出来的？面对这样的局面，韩国的媒体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主流媒体呢，大概分成了2种观点，一派是以中央日报为首，表达了对卢素英反诉的理解和同情。他们认为卢素英是本次离婚风波中的受害者，她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就是因为多年苦苦的维持家庭破裂之后不得已的反击。而另一种观点呢，则是以朝鲜日报为代表的媒体，他们认为家务事闹成这样有点太过难堪了。他们指出卢素英对于股权和财产的分割要求太高了，有借着离婚外衣打资本战的嫌疑。
而韩国民众的态度呢，则基本上是支持卢素英的诉求的。大部分民众认为崔泰元出轨情人，还对原配这么理直气壮，实在是道义上不占优势。一时间呀，舆论的氛围开始围绕着妻子的复仇发酵。而这场离婚案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，是因为往小了说这是人家夫妻的家务事，但是往大了说，SK 集团作为韩国的第2大财阀，对韩国 GDP 的贡献举足轻重啊。一旦因为股权分割引发集团的控股结构变化，哪怕只是轻微的一点点，搞不好都会引发资本市场的动荡，影响上下游的产业链，进而冲击国民经济的稳定。于是呢，韩国法院遵循优先调解的原则，在2020年多次要求卢、崔2人私下解决。但是这件事都已经闹得韩国人尽皆知了，可能再以温和的方式结束吗？卢素英是坚持自己的诉求的，而崔泰元则坚持股份不能分，并且给出了远低于卢素英预期的现金赔偿。于是这场诉讼在此后的几年间一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，拉锯战一直拖到了2023年8月18号，终于这场世纪离婚案迎来了一审判决，法院正式宣布卢素英和崔泰元离婚了，而且明确认定崔泰元是这段婚姻破裂的主要过错方，因为他长期婚外情还把原配老婆气得身心俱伤。不过虽然卢素英赢下了谁对谁错的这场仗，但是在财产分割这一块，他还是没有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全部。法院直接驳回了他想要拿走一部分 SK 集团股份的请求，理由呢是 SK 集团的股份属于崔泰元家族一脉相传的资产，是有特定继承的性质，不是你结了婚就能分一半的。虽然卢素英在婚姻期间辛苦养育子女、打理家庭，还帮着维护社交场面，但说到底她并没有直接参与到 SK 的经营决策里，贡献归贡献，跟股份的归属这是两码事儿。而且呢，法院还特别强调，如果说股份被分出去，可能导致 SK 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动荡，这可不仅仅是你家的事儿了，这牵扯到韩国经济的稳定性，关系到公共利益。所以呢，股份不能动，但是可以折算成现金补偿。那具体的赔偿金额是多少呢？法院最后判的是665亿韩元的财产折价补偿，另外还要再赔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。换句话来就是说，股份呢您倒是别想拿走，但是钱呢可以给你一大笔，你带着尊严走人吧。对于这个一审结果卢素英是很不满意的，而且不仅她不满意，崔泰元也不满意。这赔偿未免也给的太多了，这些钱要是给了卢素英，还怎么去养金希英和小女儿呢？崔泰元的法律团队认为这样的判决有失偏颇，于是在2024年缴纳了43亿韩元的诉讼费之后，卢、崔2人再次对簿公堂。这次卢素英也做出了退让，说股权可以不要，折现赔偿吧，直接把赔偿的金额由原来的1兆3000万升到了2兆韩元，而且这精神损失费也直接给拉满了，拉到了30亿韩元。原本这场离婚案的金额就已经够惊人的了，结果到现在金额又被推上了一个新高度。有律师就质疑说，法院这次把崔泰元的婚内出轨跟卢素英的没有直接经营 SK 集团扯到一起了，会不会有点偏离了处理家庭案件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呢？你看，离婚归离婚嘛，财产归财产，怎么因为人家没经营公司就不给分呢？不过在普通老百姓这边，这场官司的天平可以说早就倒向卢素英了。从2015年婚变曝光到卢素英亲自上场反击，10年了，她一个人在坚持，在硬刚，这样的坚持让很多韩国民众打心眼里佩服。大家不再把原配想成那种逆来顺受、忍气吞声的角色，反而给卢素英起了个特别霸气的称号，叫孤独的狮子。当然说是孤独也不完全准确，她的3个孩子可都是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的。在这场豪门离婚战里，孩子们选择支持母亲，不仅在精神上鼓励，还在实际行动上出力。每个人都向2审法院递交了支持母亲离婚的文件，用最直接的方式鼓励妈妈别怕，继续打下去，把属于你的赔偿金拿回来。2024年5月30日，2审判决结果下来了，法院最终判定崔泰元要向卢素英分割 1.3808 万亿韩元资产，并额外支付20亿韩元作为精神损失赔偿金。
离婚诉讼终于尘埃落定。卢素英面对媒体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。她说：“30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，真是令人伤心。因为家庭和家务事给公众带来了这么多的担忧，我感到非常抱歉和尴尬。我认为家庭不是合同，而是盟约，遵守盟约是人与动物的区别。”而且呢，他还表达了自己起诉金希英的态度，说拆散别人家庭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。这个韩国迄今为止最贵的离婚案，最后的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呢，整个社会都为之一振。在媒体的闪光灯下，在法庭的庄严气氛中，在无数人的注视下，卢素英和崔泰元的婚姻终于走向了终结。而至于金希英呢，判决下来之后，光速给卢素英汇了款，之后就变得非常低调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又恢复了自己的岁月静好。从他自己在 ins 上晒出的照片来看，似乎没有被这件事影响太多，似乎已经云淡风轻，过起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2025年的最新近况显示，金希英和崔泰元的女儿崔希亚已经长大。金希英呢，还助养了一个患有鸟面综合症的小男孩，据称是希望通过慈善行动为女儿树立正面榜样。而她和前夫生的儿子最近已经把姓改为崔了，成为了崔泰元的二儿子。有韩国网友偶遇到他，拍了照上传到 ins 上，并配文调侃他是 SK 的妾，还说小三儿的梦想已经实现了。离婚案尘埃落定之后卢素英的生活迎来了彻底的转变，她以全新的形象重新站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，孩子们也在自己的道路上越来越好。2024年10月13日，二女儿崔敏珍和美籍华裔军官凯文黄举行了婚礼，众多韩国财阀和政界精英到场庆贺。此时呢，大姐崔允珍已经坐上了 SK 生物部门副社长之位，儿子崔仁根也担任了 SK 集团美国子公司 PassIC 的经理。回顾整个离婚案，有人说离婚后的卢素英反而比婚姻期间的她更加耀眼，不再活在丈夫的阴影之下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新的篇章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卢素英的原话。她说，过去的30年是我为我信任的家庭慷慨付出的时间，我觉得即使献出我的生命也要守护住家庭。但现在我想这个家庭可以扩大到更大的社会当中去，虽然没能守护住我的小家到最后，但我想成为帮助我的孩子和帮助这个社会的人。感谢收看 M2档案，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，咱们呢下期再见。